蔡秀慧，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。从5岁开始，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。光阴荏苒，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闽鱼胶超过100万个。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存鱼胶，等到生孩子啊，那胶能止血、补血。鱼胶，鱼鳔的干制品。鱼胶富含胶原蛋白，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。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，在他们眼中，鱼胶是高档嫁妆。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。喂，好，有空啊，好。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，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。呀，那个冲只大个头海，就是为了钱啦。哎，真来啊，这回买大，这贪污就多啊，两去了，大两去啊。哇，经过袂得这。哎我，啊8日呢，8日去来厝，咱3分钟都没来。三，那下抓收这做好再拍电话给我。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，只要捕获闽鱼，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。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，鱼从码头拉回来，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闽的处理。赤嘴闽是石手鱼的一种，下巴橙黄色，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，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，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。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！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。岛上光线充足，海风吹得恰到好处。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，到逐渐产生结晶，变得透明干燥，前后工序3天可成。鱼胶分类复杂，如果按照产地、公母之分，大概有200多种。潮汕本地人说，一入胶圈深似海。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，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，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。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，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闽鱼胶来到广玉轩。鱼胶可焖、可炒、可焗、可炖，无论怎么做，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。上锅干蒸10分钟，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，放进冰水浸泡，每天换1次水。2到3天后，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甘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。唤醒只是完成了闽鱼花椒宫烧鹅制作的第1步，而闽鱼花椒宫烧鹅是廣玉軒總廚彪哥的傑作。呢道菜咧就係燒鵝花膠公，我哋亦都係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，呢個就係閩魚膠。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。和聲名赫赫的粵菜相比，以清甜爽淨見長的粵酒似乎一直長在深閨人未時。當粵菜配粵酒品鑑會如約而至，老廣吃的江湖裡的俠客們紛紛應邀而來，見證這一場粵酒粵菜的賞鑑之夜。我们这一道菜呢是粤菜的典型的一个代表。我们的广东酒是属于清雅，配我们比较淡雅的花椒，它刚好是一种协同效应。配我们味道浓一点的糟鹅呢，它又是一种对比效应。2种效应加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尝到美酒美食。像我们粤菜清蒸鱼，那么潮汕鱼饭其实喝茅台不合适，但是这个很多的粤菜来说，基本上是买单。喝酒是可以提那个鲜的。为什么呢？吃饭要喝个酒，好菜要喝个酒，
庄主呢一直在倡导一个是一边吃一边把酒喝进去，然后一边咬，那种味道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一家需要酒啊，我饮。哎，阿勇，你不出海啊？这两天？今天过节。他们这两天好多海南打有这两天。对，准备去。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，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，打一下海南啊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。行，好，先走了。好。我今年31岁了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。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，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。万胜勇，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。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传舵后，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，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。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。每年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10场的较量。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，由于口部扩大，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，俗称海狼鱼。它们身体细长，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。因为蛋白质含量高，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。宁丢车和牛，不丢梭鱼头。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，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。时间进入到9月，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。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，等待着中秋的到来。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。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，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，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。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。穿上潜水服，拿上捕鱼枪，万胜勇深吸一口气，跳入海里。我们一般潜到18、20米这样子，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，哪怕渔网是碰上它，也会被它挣烂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。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。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，发现海狼鱼群身影，即往深处潜。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。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，它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。拉弓瞄准，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。这一块领域，我还是比较自信的。一吸一潜，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。个人觉得还不错吧。辛苦得来自在吃，偶尔万胜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。一道盐焗，一个干煎，一个红烧，再一个打汤。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？不是厨师出身的万胜勇有着自己的技巧。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。这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，就特别香。先用盐，给它抹一下，然后再放点酱油，放点葱姜蒜，
然后加点油倒进去，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，让它入味。入味之后，把它用锡纸包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。鱼腩切块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姜、蒜和辣椒去腥，加蚝油和水，慢火焖煮至收汁。红烧海鲮鱼、盐焗海鲮鱼、海鲮鱼头汤，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。是要盐焗海鲮鱼。那你拍一下鱼尾巴，大不大？大啊，是不是好大？然后继承打那个大大的又有尾巴的。你吃那么大口啊？好吃吗？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？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哦，知道吗？好。一代又一代，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。年轻的万胜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，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。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，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，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。玲姐，呢號你睇有少少咯喎，入邊有冇？有好多有塞丁咯噃，過幾日應該咪大紅噶啦噃。哇，這成幾日啊，大紅啦！攞支刀好冇？睇啊睇啊，有冇？哦，有攞啲，有。黄干采是象旗镇象旗村的老支书。每年的山菌开采季到来前，他总会先去了解市场行情，把预售情况分享给村里的采菌大神刘美紅。今年會好油性，我啲福建撈更落嚟收緊㗎啦喎。哦，那你價錢點樣？估計同往年都差唔多咯，500幾咯。同年產量多話，得人知道都行緊路啦。要喎，睇又大啦喎，出緊又講我聽咯，我睇又聽宇陽山睇睇點樣就緊喎。好啊，嗱，過兩日帶過來咯。好。在很多地方，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。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锤菌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。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锤树次生林。红锤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，孕育出珍贵的红锤菌。红锤菌被称为南方灵芝，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锤树根下，无法进行人工栽培。每年只有农历5月和8月的特定时间里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，打开菌盖。條都冇啲路好滑㗎。好喎啊，慢慢嚟喎。琴日下落咗少少雨，應該有啲近意㗎啦。雨後的清晨，温度和湿度都恰如其分，红锤菌不期而至。刘美紅也早早動身，趕赴今年的第一場紅錘菌之約。老師，嗰啲樹枝有咩用？我話收輪緊啊，輪緊嘅時候收用樹枝來配樹葉，能夠用收啊，因為以防有種。今年的采摘季，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，跟随着刘美紅进山。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學會尋菌、採菌的技巧。啊，呢就是紅緊啦，你睇喎。嗱，呢時候呢，啲用根翻開啲葉，睇下係咪紅色個。如果是紅色嘅話，就係紅緊啦。即係呢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唔能夠蒸短啊，蒸短嘅話就冇條邊啊。嗱，但係嗰啲咁細堆個，就唔能夠對，唔能夠對，等我們照對。起的時候要小心睇住啊，唔能夠亂踩。冒頭後的紅錘菌，除了受村民的青睞，還會成為螞蟻和小蟲的營養大餐。被蟲子光顧過的紅錘菌容顏不在，價格也會大打折扣。
哇，你月亮你好靚喎！我早晚見過咁靚嘅菇啦。呢什麼菇嘅？紅色嗰個話菇啊，嗰種菇啊，起來又脆又甜。那個會裂開呢？雨水少，乾旱裂啊！曬乾之後基本話變形嘅，好值錢㗎。紅錘菌還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離開泥土後，生長仍在繼續，所以劉美紅和小徒弟必須爭分奪秒。我得一粒喎，你真未進去啦？就更加多了。紅錘菌採回來後，要以最快的速度送進烤爐。我哋呢一般是用乾淨嘅木抹乾淨，之後呢就用鍋點身。用鍋嘅話，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，所以個形狀就冇咁樣變。在象棋村，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專門烘烤紅錘菌的烤爐。到了紅菌豐收季節，到處彌漫着濃郁的菌香味兒。嗰啲傳統嘅後緊方法呢，就係用細鍋燒，上面鋪一粒沙，讓你沙煲至到40度左右。低溫慢烤36個小時，才能去除紅錘菌的水分，鎖住菌體內的營養，製成精品。紅錘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後特定的幾天才會破土而出，其他時間難覓蹤影。靠着短短的20天時間的採摘，紅錘菌就能給象棋鎮居民帶來600多萬元的收入。新鮮嘅都基本都係遠程多，有乾嘅話全國都有。主要食嘅都係福建嗰邊，銷量大。紅錘菌富含多種氨基酸，健胃補血。每年金秋，家家都有紅錘菌系列的拿手菜。Kim，我幫你泡有紅緊渣。你雞有咩靚喎？是啊。煲雞燉鴨是象棋鎮紅錘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。紅緊白吉煲雞是我啲隊長，經常喺個頭出嚟啦。首先是放白吉煲一個鐘，再放雞，又煲個鐘，最後呢就放紅緊煲8至10分鐘就可以啦。因為啲紅緊如果煲耐咗嘅話，顏色都唔好見嘅，味道都走咗啦。除了煲雞湯，用紅錘菌炒雞肉、燜魚、炒肉片，都是象棋鎮居民的家常美食。食飯咯喎！紅緊湯上樓啊，紅緊湯啊！緊啲裝湯。好靚啊！呢啲飯啊，祖傳的真菌採摘，既是美味，也是希望。來自大山深處的恩賜，滋養着象棋鎮的一代又一代人。山海之間，味之往來，記憶中的香味總是難以跟隨遷徙的腳步客居他鄉。想在異鄉品味家鄉的鮮，要有願意為之鍥而不捨的美味搬運工。